就是说，你是别人家捡来的，你不是亲生的，就像这样子的一些现在看来是地狱梗的东西，在当年90年代到80年代，他们就是一个台湾社会确实存在过的一个问题。所以搞不好我真的是被捡来的，难怪我跟我哥长得那么不像。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天这集是我们全新的尝试哦。过去因为节目形式的关系，我们常常只能够转述报道、分享第二手的资讯。但是这一次，我们直接邀请到在第一线采访并写报道的记者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让大家可以看到深度的新闻报道的幕后，记者的个人观点，3个愿望一次满足。那今天的主题呢是跨国贩婴。我们的团队伙伴小时候都有一个印象，就是爸爸妈妈们呢时常会告诫我们，出去玩要牵好手，不然如果走丢，很可能会被坏人带走卖到国外去。本来我们以为这只是夸饰哦，又或者只是大人恐吓小孩的手段，但这其实是真实故事。在进入访谈之前呢，我们先快速的跟大家简介一下今天的报道背景。1982年，台湾破获了第一起跨国贩婴事件，由人口中介处立青向单亲妈妈或者是贫困的家庭取得新生儿，之后再串联妇产科诊所伪造出生证明，将这些婴儿送往美国、澳洲、芬兰、瑞典等国家，给有需求的家庭收养。事成之后，人口中介会向这些收养家庭收取手续费还有照顾费。根据某些收养者提供的资讯，在当时一位婴儿大约需要台币7到8万元的费用。不过这些钱呢，只有少部分会给单亲妈妈或者是贫困家庭，大部分都会进到人口中介的口袋。在那之后的17年，台湾又陆续破获了至少9起的地下中介案，有些甚至是直接诱拐啊、窃盗贩婴。可见呢，当时台湾人的人口贩运非常的猖獗，而这些事件也造成了很多父母以及被收养者心中难以抹灭的伤痕。而之后30-40年过去了，这些被卖到国外的婴儿长大成人，那股想要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的欲望，驱使他们再度的前往这个儿时就离开的小岛，展开寻亲之旅。但是他们的手中只有假的出生证明，而台湾政府这端也只有当时还不够严谨的户籍资料，导致这段寻亲之路不只是曲折哦，而且还非常的困难。那台湾的独立媒体报道者针对这个议题撰写了系列报道《贩婴启事》，试图呢向大家解答那个年代的贩婴事件为何这么的多，还有在这些事件当中出养者、收养者以及被收养者，甚至是警察、社工的观点跟看法。那么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撰写这系列报道的文字记者许诗凯，希望呢他可以跟我们分享报道以及那些写不尽报道的故事。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听过光纤到府吗？如果你喜欢打电动、追剧，又或是常常 work from home， 对于网络品质有要求的话，欢迎参考大大宽频推出的大大旗舰方案。这个方案会把光纤网络直接从机房送讯号到你家，中间不经过其他的设备，让你想要比 cable 啊或是 ADSL 更快、更稳、更安全的网络。而且现在申办不用跑实体门市，透过大大宽频的数位门市，24小时都可以申办。如果你选择旗舰方案，1个月1000油照，还享有数位电视、WiFi 6的机台免费租用， HBO 电影套餐免费观看的大礼包优惠。如果只想要单纯上网，也有每月500元的虎速方案可以选购。有兴趣的话，就点击下方的链接到官网看看更多的方案，线上申办吧。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报道者的文字记者许诗凯。那想要请诗凯跟我们的观众打声招呼。嗨，大家好，我是报道者的记者许诗凯。那我在报道者主要负责的新闻路线，第一个是国防，第二个是移工移民的人权问题，就是2个非常矛盾的路线。为什么会觉得这2个东西很矛盾？因为大家对于国防的印象就是你要有纪律，要有服从，可是你对人权就是你要去尊重每个个体的自由跟每个个体的选择还有难处嘛。所以这2个路线其实我自己在做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脑袋要不断的切换的感觉，就真的很矛盾。这好酷。好，那我们一开始其实最好奇就是为什么诗凯会想要制作这个议题，是怎么样注意到这些贩婴事件的？这个议题它是发生在1982年嘛，会在这个年代重新再把它挖出来去讨论，是因为有一群在美国读电影学院的台湾的留学生，他们在寻找他们影片制作的题材的时候，就偶然看到台湾曾经有这样子的新闻事件，结果他们就发现其中一个疑似是当年的受害者就住在纽约州，就他们从纽约市开车开个大概3-4个小时就可以找到他了。他们就开始 Google 这个人，然后最后发现很容易就在脸书上面找到他了直接联系到，对，他直接联系到。那联系之后，他们就先跟那一位我们故事的主角，他叫郭李斯，他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台湾人。那他们就联系他了之后，就说：“我们是一群在纽约读书的台湾学生，我们有兴趣想要了解你的故事。”因为他找他的亲生家庭也是找了10几年了，所以对方一听到说：“
既然有台湾的年轻人想要来了解我的故事，所以他很快速的就答应他们的拍摄。他们拍的一拍就想说，我们在美国拍这个故事主角，他的现在的人生固然是很有趣嘛，可是他的问题终究是他要找到他的原生的家庭，那怎么办？只好想办法带着他飞回台湾一趟。那因为飞回来他们需要很多成本嘛，时间，然后机票、住宿。那这也为我们的主角郭里斯，他也想要带着他的美国的养母玛丽一起来台湾，所以这群留学生们就想说，既然这么大费周章的来，那是不是可以帮他更多一点？所以就联系到报道者说，我们有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个议题，去看一下这一个主角他背后所呈现的时代的问题、制度的问题，以及跟他有一样遭遇的这些当事人们，他们是怎么样度过后来30年、40年的人生。那你们这样接到的时候，不会觉得是诈骗吗？我会啊，一开始我就想说，奇怪，怎么会有人美国人突然想来台湾找他的亲生父母？就想说看起来很像诈骗，所以我就想办法去找了一些当时的历史资料。那最大的资料来源就是40年前的各式各样的报道，就是有蛮多的当时的报纸会有一些资料可以查，所以就确定说，这件事情它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它是不是一个值得去写的一个议题呢？因为其实在报道者内部，我们要去写一个报道的时候，我们的主管都会审查的非常的严格。那为了查证当时到底有什么重大的问题发生，我还去国家档案局申请那个调阅档案的权限，就找到了1999年国安局曾经做过一份调查，是说当时台湾的贩婴或者私下收养，或者说弃婴跟窃婴的问题非常的猖獗，然后造成那个年代的社会人心惶惶，每个家长都很害怕自己的小朋友会被拐走。你说这是在几年呢？那个调查报告是在1999年做完的。这比我想象中近代很多。对，也比我想象中近代很多。之前你可能小时候可能也会有听过说同学开玩笑，或者说一些大人开玩笑的时候，就是说你是别人家捡来的，你不是亲生的，就像这样子的一些现在看来是地狱梗的东西，在当年90年代到80年代，他们就是一个台湾社会确实存在过的一个问题。1999年那时候是我8岁，所以搞不好我真的是被捡来的。难怪我跟我哥长得那么不像，就是因为你们的系列报道的第一篇，它标题叫做“善意之城的路却通往贩婴”。对，但通常我们大家第一时间你想到贩婴，一定会觉得是不好的。那你在这边为什么会用善意？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做这篇报道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要去解释当年那一个所谓的无知的邪恶，因为当年我们的故事主角郭，假设他的出生证明有一半是真实的话，那他应该是在新庄或三重出生。台湾的社会大概在70、80年代有一波非常强烈的迁徙潮，就有很多来自台湾各地的家庭，他们去搬到了台北市的周遭，就是现在新北市或桃园一带，因为他们想要上台北来打拼嘛。那所以当年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称之为城乡移民，就是从可能乡村地方移动到城市的，对，就是当年的北漂青年们，他们这些人就很多，他们的经济状况都不是特别好的，再加上当年台湾也知道节育的观念也不是那么的成熟嘛，所以就有可能造成说他们生了小孩，可是却没有办法养，那生了小孩却没有办法养，要怎么办？那他们就只能透过出养的方式去把它寄托给另外一个家庭照顾。我觉得这边一个很难去区分的问题就在于说，当我养不起我的小孩，那我希望他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的时候，这是一种爱吗？那我觉得是。可是对于法律来说，这不是啊。钻了法律的漏洞，让我的小朋友得到一个顾得了他的家庭，可是我违反了当年比较模糊不清的一些户籍制度的灰色地带。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用制度来看，它是一个错误，可是他们选择这条路的出发点却又是非常真实的，希望自己的小朋友不要流落街头，希望过得更好的生活。对，刚刚也提到那个年代，就是有些地区他们的经济条件是相对不稳定的嘛，所以他们会认为说，我当一个中介，我是为了大家好。这些小朋友们也的确到了更好的地方去成长，所以他们心里面就一方面觉得就自己在帮助人，可是一方面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在游走灰色地带之间。这也是我们刚刚前面说，我们制度看当年的问题的确是错误的，可是在道德上面我们很难去衡量说什么才是善，什么才是恶。我在想这个过程就有点像，我觉得有些编剧的时候会说一些反派角色，他好的反派角色是他的立场就刚好跟你不一样，但他很努力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所以你好像也不太能够说他什么，然后你内心就会产生一个纠葛。对，那刚刚讲到就是你在写这篇报道之前，其实是有跟同事很多的讨论的，所以我想说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你个人的想法最后被讨论掉了，或者是被删掉就没有进去。那有没有哪一些这种个人想法是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被否决是还好，因为我们团队就对于报道讨论之后的共识都是蛮一致的，只不过有一些我没有写出来的心得，或者我藏在文字里面的心得，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虽然说以前也有采访过外国人，但以前就顶多就是采访一些资讯啊，问他们问题，我问你答这个样子。可是面对这一个玛丽跟郭的时候，我是很认真的跟他们在谈心，我从来没有跟一个外国人这么认真的谈心过。所以我觉得我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一方面感受到他们的爱跟这种特殊的家庭之外，我一方面也受到他们的语言有很多的影响。我知道志勤应该有玩过，就是日本很有名的游戏制作人小岛秀夫的《潜龙谍影舞》。有，这一定有。就《潜龙谍影舞》，它也是在讲一个跨越国境、跟跨越文化跟种族的一群被抛弃的佣兵们的故事。所以他游戏片头他就有一句很酷的话，他就说什么，其实人们的祖国并不存在于血缘之中，而是在于我们的语言。像这样子的一个语言对于我们思考的影响，那怎么样体现在我这次的报道里面？就我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亚洲的社会就会觉得说，晚辈要对长辈要孝顺嘛。孝顺这个词在外国其实找不太到一个对应的词。对，就是我还特地去 Google， 然后去看一下那些英文老师们怎么教这个，就发现我们要翻译孝顺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是很困难的。他们大部分是用尊重、用爱或者用关怀去取代这一种上对下的关系。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我没有办法去用一个台湾人可以很快速理解的方式去叙述他们的关系。例如说，女儿牵着妈妈的手走在繁忙的台北街头，或者说女儿拍着妈妈的肩膀，然后要她鼓起勇气来去面对媒体的镜头。就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在当下都是没有做的。可是他们即使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我依然还是感受到他们之间非常强烈的羁绊。所以我在写报道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用很刻板印象文字去书写，所以我就只能很据实的去写出他们两个在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说了什么话，去呈现出这一种坚强而且互相信任的关系。哇，我光是听到这边就觉得这种有点像是幕后感觉的东西，它是有很强烈的价值，就是因为有一些东西它没有办法用文字把它放到那篇报道里面，但是这些感受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讲是蛮有启发的东西。那另外我刚刚想到的郭，我很好奇他的一些想法，他会在意哪些事情？对我来说，我认为郭他最在意的事情也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语言是相关的，就他最在意的是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没有人可以跟他讨论这些他自己的心情的，就是在他成长的那个加州的小镇里面，整个镇上只有他跟另外一个越南小朋友来自亚洲。那他在成长过程中，他一定有受到种族歧视，一定有遇到很多文化上面的冲击，可是他不敢跟玛丽讲，就即使玛丽他已经对他很好了，他也很信任玛丽，他们两个之间，毕竟他就觉得自己不是同一类。对，因为他很知道说玛丽没有办法完全的感受一个小朋友他的心里面的冲突跟矛盾，那同时他也害怕，如果我跟玛丽讲这件事情，那我妈就是玛丽，她会不会很后悔把我带来美国？这个心情，它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很难去形容的孝顺是很像的。因为郭爱着玛丽，对，所以他不希望让玛丽觉得难过，所以他就只好把这个难过放在自己的心里面。那甚至是他长大之后，他想要去了解自己的原生的文化，他知道自己是台湾人。所以他到处找，到处问，然后还有中国人就跟他说，没有什么台湾人，你就是咱们华人的一份子。对，就是他在成长过程里面，他遇到了很多这样子没有办法被诉说的情况。就对他而言，不管是他成长过程中没有办法叙述自己的身世，或者是到了台湾之后没有办法用中文去说明自己的想法，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失语的状况下面发生的。所以我就发现说，他心里面一个填不满的黑洞，第一个就是他不了解自己到底从何而来，那第二个是他没有办法在一个自己可以说出口的情况下面去叙述自己的事情，那些叙述的权利都掌握在媒体啊，掌握在其他人的手上。小时候是仲介，长大之后变成记者，他一直很想要夺回那一个让自己说话的这个权利。所以这也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会不断的不做价值判断，也不去用一个华人惯用的观念去书写他们两个人的故事的原因。哇，而且是从小时候一直到大，因为有的时候概念它是一个，他可能想到一个东西，他就跳脱了他原本的这个认知，然后他跑到另外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但是会需要别人跟他讨论一些事情，然后他再回到一个新的认知平衡，但是他可能就一直在那个空中浮着。对，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他讨论，就算是可以讨论的人，他也跟自己的状况不一样。他有听过白人跟他说，你很幸运，你可以在美国长大。他也有听过亚洲人跟他说，就你很幸运，你可以脱离那一个当年贫穷的亚洲。就是他觉得他就是他自己啊，他觉得关你屁事。对，他很难被归类，可是他依然有他身为自己的这个自觉。可是这个自觉，他自己有这样子的认知，可是其他人不理解的话，
他就没有用。报道的结尾我写说，他正在寻找他的第4个名字。他前3个名字，第一个是被仲介伪造的，然后第二个是他被玛丽领养的时候，玛丽帮他取的美国名，然后第3个郭里斯这个名字是他成年之后他自己去对跟美国政府申请改名的。那第4个就是他真正的名字，不是被伪造的，也不是被其他人所取的，那一个他亲生父母给他的名字，他目前就正在找这个东西。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说，你从一个旁观者，你觉得他找到这个名字对他来说那个意义又会是什么？他找到这个名字对他现在的生活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只是就很像是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可能心里面都有几个疑惑是必须要去被解答的，如果没有被解答的话，我可能就这一辈子就抱持某一个遗憾，这个遗憾可大可小，可能真的对我们的未来不会有太多的冲击或者改变，可是我们就是想知道答案，我们不能否定一个人想要知道答案的权利。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要跟这种还没有看报道但可能听完了这一集他们打算去看的观众说的呢？这个题目就我刚刚解释了很多专有名词或很多历史的一些矛盾，他们都是很复杂的，所以大家如果要阅读的话，推荐大家从第1篇开始读。像报道者，我们是一个做专题报道的一个团队，我们很多的文章其实都是像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处在一个很难去对一件事情说它是100%邪恶或100%的正确的一个情况下面去完成的。那为什么要去采取这样子的写作方式跟去选择这样子的题目，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有非常多难以去用单一价值观衡量的事情，我们希望让这样子的多元跟让这样子的包容跟对话是在新闻这件事情上面是有可能被实现的。那另外的是，如果你觉得读文字很辛苦，因为有时候说实话是看别人写的东西太长，我都会想说啊，我先读到一半下次再看。就如果你不想要读的这么辛苦的话，你也可以搜寻我们的 Podcast 频道叫 The Real Story， 不管是 Apple 或 Spotify 或者说是 Google， 我们都可以找到我们的 Podcast 频道。我们这个频道呢，因为最近我们除了声音之外，也打算把这些节目丢到 YouTube 上面。哦，很赞很赞。对，那也是会叫做 The Real Story， 那上线时间应该会跟这一集播出的时间差不多。那如果大家有追踪我们的 IG 跟粉丝页的话，也记得再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谢谢大家。没问题，大家赶快去看一看。然后这边也特别跟一些青少年的朋友讲，就是他们还有在做一个是专门给青少年看的新闻，叫少年报道者，大家也可以去多多关注哦。好，谢谢。我们今天谈了很多泛音启事的报道，但还是有很多的内容没有办法完整的呈现，比如说像是出养者以及被收养者那种到底要不要认亲，到底要不要寻亲的挣扎心境，诗凯呢写得非常让人感同身受。此外，这些泛音事件呢，也导致了后续台湾政府修改了收养制度。那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过往的问题呢？如果观众有兴趣呢，都欢迎到报道者网站观看这系列的报道哦。那今天呢就到这边，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听过或经历过泛音或收出养的相关故事呢？此外，因为这一集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哦，流程啊或者是形式可能都还有调整的空间。如果大家有任何喜欢不喜欢的回馈或者是建议，或者是其他想要看的深度报道主题，都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我们会再努力看看的。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关心跨国泛音的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日本的婴儿信箱以及要不要孝顺父母。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